大妈每天抱着鳄鱼睡，把鳄鱼当女儿养，甚至还会给鳄鱼做美甲，用绿色指甲油把一只爪子都涂成了绿色的。但鳄鱼好像不喜欢绿色，顺手就把指甲油擦掉了。大妈又拿出3瓶不同颜色的让他选，拿起粉红色在他面前晃了晃，鳄鱼竟然摇了摇头。大妈又拿起大红色，鳄鱼眨眨眼表示喜欢，大妈只好重新给他涂上红色指甲油。你还别说，现在看着性感多了。做完美甲，鳄鱼就趴在床上看电视，最喜欢看《动物世界》，尤其喜欢三嫂捕猎的画面，偶尔也看会动画片。蜡笔小新就很符合他的口味。大妈只要一换台，鳄鱼就会去抢遥控器，为了让他看得舒服，大妈还会给他垫上枕头盖上被子。鳄鱼大部分时间都是乖宝宝，偶尔也会发脾气，到处拆家，不停地挠地板。大妈却见怪不怪，说鳄鱼是个女生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还没找过男朋友，才会急得到处挠。发泄完内心的欲望，鳄鱼就会静静地看着窗外发呆。大妈后来也想开了，女大不中留，准备带她出去相亲。路过一家肉店时，鳄鱼直勾勾地盯着牛肉，把找对象的事忘得干干净净。大妈只好给她买了10斤回家吃，这次连上楼梯都不用抱，自己爬得飞快。她现在只想吃肉，一口下去真特么得劲。吃饱喝足，直接趴在客厅一动不动。大妈只好抱着她去洗澡，先来搓搓背，顺便来个全身按摩，洗完再擦点香香。鳄鱼一脸享受，洗香香后直接爬上了床，大妈抱着她就睡觉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。她脑袋里长了块吸铁石，每天都会吸到区别针之类的小东西，走到哪吸到哪，而且最近只要一思考，脑袋就会无缘无故的疼，实在疼得受不了了，去医院做核磁共振，机器却一直叫个不停，拍出来的图片也很模糊。随后又做了 X 光检查，看到拍出来的片子，医生也感觉不可思议，他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，边缘看起来很锋利，就镶嵌在头骨上，距离大脑皮层不到2毫米，如果穿破头骨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奇怪的是，他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，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，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，当时没注意，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。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，在体内存在了30年，表面早已锈迹斑斑，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？经过分析，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，专家说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源器件，像吹风机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，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术后大妈状况良好，再次进行核磁共振，机器也没有响，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，大妈唏嘘不已。大妈来买香蕉，商贩却觉得她有病，只见她拿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，直接带皮一起吃，这把商贩看得目瞪口呆，问她为啥要吃香蕉皮，她也不解释，觉得香蕉皮不过瘾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，2口就能吃下一个。卖了这么多年水果，商贩哪见过这个，直接送给她了一些。回家后，他就把带皮的水果挨个洗干净，猕猴桃带皮吃，这个我还能接受，橘子他也带皮吃，哈密瓜也是，但更夸张的是，连鸡蛋都带壳吃，这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顿好的改善一下，没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，大妈却吃起了闺蜜吃剩的蟹壳，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，吃的不过瘾。接着又把闺蜜吃剩的鱼骨头用苏子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不得不说，大妈嘴是真硬，到目前为止带皮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，那她到底为啥要吃皮呢？大妈舔了舔嘴唇说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又有营养，这样吃了10多年了，身体也确实很健康，也没有什么消化道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，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。在这个村子睡觉必须要戴耳塞，否则凌晨就会醒来，还要在本子上记录着醒来的时间。他们都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，每到凌晨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，这声音就好像要地震了一样，从凌晨一直持续到黎明，不戴耳塞根本无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村长把录到的声音放给大家听，摄像小哥也吓了一跳，但奇怪的是，怎么都找不到声音来源。大家在村里走访，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台微型缝纫机，但音量非常小，根本不可能，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施工现场。一时间，关于这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越说越离谱。有人就说肯定是之前开山采石惊动了龙脉，为了让村民安心，大家决定今晚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，在村里多个角落安装了声纳设备。来到凌晨，这怪声准时响起，检测到的声音都指向了一个小巷子。走近一看，这巷子里就只有一个锅炉，难道这龙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？把声纳设备对着锅炉，果然是他没错了。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锅炉为啥会发出这种声音？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里面一个电磁阀损坏了，滑动时就产生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好了锅炉，果然这天夜里怪声就消失了，村民终于可以丢掉耳塞睡个好觉了。大妈为了保命，每天往墙上涂抹密封胶，家里还装满了监控，时刻盯着，而且有床不睡，偏偏住在了厕所里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，掀开垫子下面全是尿，她却说味道清新自然，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
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，还要不停喷着空气清新剂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家里会泄漏毒气，都是从这些墙壁缝隙里散发出来的，闻到就会眩晕。因为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大妈认为是邻居故意往他家泄漏毒气，以此来报复他。他甚至在家里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，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他封死了家中的各种缝隙，整个房子几乎都覆盖了厚厚的密封胶。由于厕所的气味最小，于是成了他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，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闻到什么异味，于是决定偷偷拜访下邻居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大妈并不相信记者说的，表示毒气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，自己经常被熏得睡不着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，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。然而检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，大家希望她从厕所搬出来，大妈却突然暴躁起来，把大家都赶走了，说她不相信仪器，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隔天她反常的出门去了医院，见到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男人，一见面男人就哭了，原来这是她丈夫，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大叔知道大妈一直睡在厕所里，也知道大妈精神出了问题，一想到这些就止不住的哭。他只想大妈能安稳的睡觉。心理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，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慢慢就产生了幻觉。医生建议给大妈多一点陪伴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节目组也不含糊，决定帮人帮到底，给大妈更多关爱，陪大妈聊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开始做饭，给大家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，看起来大妈终于走出来了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一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困了渴了来一瓶，干活累了来一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，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一瓶回家了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。已经策划了1个月，临出发时，新郎的长辈还叮嘱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他们紧随其后，伺机而动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，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，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男人，女孩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显得那么无力。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可谁结不是结呀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7大姑8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，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几个小时后，
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。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出发去了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是，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妈妈说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。看得出来，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，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，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